肉的话很 Q 弹，它不会很柴，蛮 Q 弹的，我觉得还不错。鸡胸肉的话，我觉得比起外面市面上的鸡胸肉以外，还更不柴一点。这个海苔饭卷其实超好吃，7-Eleven 卖的韩式炸鸡比它好吃很多，跟一般溏心蛋比起来的话，它多了一个蒜味，算是我第一次吃到卤肉混大蒜酱，我觉得很新奇，很惊艳，而且不难吃。是我觉得如果吃这个话，我会比较偏向去吃鲔鱼御饭团，我觉得口感比较好。我们这一集我们要来开箱的是莱尔富跟这个 YouTuber 肌肉33他们联名的8款商品。那这个的话，肌肉33的话，大家应该有些人蛮熟悉，他就是一个搞笑的健身网红，就蛮有趣的。那他知名度也蛮高的。那他是韩国人，所以我们今天来开箱的莱尔富联名产品，居多都是以韩式为主。对，那我们就一一来开箱给大家看。那第一个的话，要帮大家看的是韩味牛肉多彩拼饭，是这个，它的饭的配置就是很韩式，很像韩式拌饭那种配置。那我们帮大家试吃看看，对，它料就蛮多的，一一把它的配料吃一下。吃完这个韩味牛肉多彩拌饭以后，我们一一可以分析一下，像它里面有这个青菜，青菜我觉得有点太老了，就是有点可能因为微波的关系，青菜本身就不适合微波，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好吃，有点太不新鲜的感觉。肉的话很 Q 弹，它不会很柴，蛮 Q 弹的，我觉得还不错。那它的饭跟它还有配上这种韩式这种香菇，吃起来味道蛮棒的。它的酱料是属于韩式的酱料，就是泡菜的那种酱料，吃起来会有一点微辣，所以如果你有一点点怕辣的话，就不会建议。但是它不会很辣，差不多小辣到中辣中间左右而已，吃起来还蛮顺口的。那牛肉的话不会很柴，吃起来蛮有弹性的。那其他的配菜像这个笋丝啊，还有像这个叫做蛋丝嘛，对，吃起来都还蛮够味的。所以这一个拌饭的话，整体除了青菜以外，其他我觉得都还不错，只是有一点微辣。那如果有一点怕辣的话，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韩味鸡胸蛋白餐，它就是标准的健人，就是有在健身的人他们会喜欢吃的。这个话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吃。这个是以鸡胸肉为主的一个小便当，那我们也帮大家试试看看。刚吃完这个韩味鸡胸蛋白餐以后，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的饭的话，里面的话主要是五谷紫米饭。但是我觉得这个五谷紫米饭有一点点过硬了。我知道五谷饭当然会比白饭还要硬，但是它有一点比一般的五谷饭再更硬，所以你比较不喜欢稍微硬一点的五谷饭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推荐。但是其实菜的话，包含它有像这个玉子烧啊，还有这个花椰菜。先说玉子烧，玉子烧还算蛮有弹性的，不会很软糯，也不会烂掉的感觉，所以味道的话就是中上的玉子烧，我觉得还不错。花椰菜的话，没有像前面那一款的青菜已经烂掉了，它其实还算脆口，我觉得还可以。它的鸡胸肉跟它的这个笋丝还有泡菜的话，泡菜的话一样就是在水准之上，因为我觉得像前一款泡菜跟这一款泡菜应该是用的差不多的，就是还算蛮入味的泡菜，蛮好吃的，也是微辣到中辣左右，也不会太辣。对，那鸡胸肉的话，我觉得比起外面市面上的鸡胸肉以外，还更不柴一点，可能它已经有调一些酱汁进去，我觉得还蛮顺口，蛮好吃的，蛮有味道。因为外面很多健身的在吃鸡胸肉，它可能会比较干柴一点点，难免有一些鸡胸肉会比较干柴，这个话它不干柴，还蛮顺口的，还算是蛮有弹性的。整体来讲，这个蛋白餐，我觉得除了米饭以外，米饭的话，如果喜欢吃稍微比较硬一点的米饭的话，会喜欢啦。但是我本身喜欢吃比较软，就算是五谷饭，我平常也会吃，但是会喜欢吃稍微软一点点的。但这个米饭稍微硬一点以外，其实整体它的配菜，我觉得都也在水准之上。再来的话，这个是肌肉33联名的海苔饭卷。那这个海苔饭卷的话，它是春川炒鸡口味的，那它外面有写说它是辣中带甜的酱汁，然后肉质是比较软一点的肉质。这个饭团是稍微比较湿润一点的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稍微比较湿润，不是比较干一点的那种饭团哦，就是酱汁比较偏比较多一点的饭团，帮它试试看看。这个海苔饭卷其实超好吃基本上它跟一般的饭卷比起来，一般饭卷都比较干以外，它还蛮湿润的。它除了湿润以外，它的米饭超级 Q 弹的，跟我前面吃的2款米饭比起来，这款米饭反而更好吃。
但是这个海苔饭卷有一个小小缺点，但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缺点，它的辣度大概在中辣以上哦，所以它就是中辣到大辣中间，没有到很辣。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太喜欢吃辣或不敢吃辣的，这可能你就要稍微避开一下。整体的饭还有里面的鸡肉也是超有弹性，然后超级多汁，饭也很多汁。它给的这个韩式的酱料有点像泡菜的酱料，就是中辣以上，但是让整体的饭团变得非常的 Q 弹，然后非常的湿润。但这个湿润不会有点像那种过潮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会就是烂掉那种，就是有一些饭团，如果你在早餐店买了，然后放太久，它会水蒸气过潮，就整个烂烂的。但这个不是，它就变得很湿润，很有弹性。整体来讲，这个海苔饭团的话，鸡肉非常 Q 弹，米饭非常好吃。那的话，它是中辣以上，但是我觉得超级推荐，我觉得超级好吃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考看这个海苔饭卷。那下一个的话，开箱这个是韩式拌酱鸡翅，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个韩式的联名款一定都会出这个韩式炸鸡翅或是韩式烤鸡之类的，好像是必备的感觉啊，对吧？像上次百种园有出这种，那我们帮大家试吃一下它这个鸡翅，这个鸡翅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的鸡翅。但吃完这个韩式拌酱鸡翅，我个人觉得这个鸡翅就稍微显得蛮普通的。一般外面太多鸡翅了，像我觉得如果是这种韩式炸鸡、韩式鸡翅的话 ，7-Eleven 卖的韩式炸鸡比它好吃很多，因为它属于比较没有味道的韩式炸鸡，它就是有一层酱，但是酱料的跟前面的像饭卷跟其他他们的前面2款便当的配菜的酱料的味道比起来的话，它就是稍显非常不足。就是我觉得没有太多韩式酱料味道的炸鸡，就是好像有涂一层酱，但是那个酱又没有太多味道。鸡肉本身还不错，还算有弹性，不会到很干柴，但是酱料我觉得不够突出，因为 7-Eleven 的韩式炸鸡，他们鸡肉也是很 Q 弹，所以这个话我觉得就有点被 7 比下去。如果真的推荐的话，我觉得这一款我倒不推荐。那下一款的话是这个韩式溏心蛋，蛮奇怪的，也是只要是韩式的，好像也都会出这个溏心蛋。那这个是韩式溏心蛋，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刚刚那个韩式溏心蛋以后，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跟一般溏心蛋比起来的话，它多了一个蒜味。它就是把这个酱汁再打入一些蒜粒跟蒜泥进去，所以整个溏心蛋跟一般外面溏心蛋比起来，多了一份蒜味。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份蒜味，因为喜欢吃蒜的人我知道很多，除了这份蒜味以外，我觉得溏心蛋表现也是普普通通，没有特别出色，因为它里面的溏心那个地方有点过硬了，就是没有到很焦态，有一点固态的比例比较高了，不知道他们在烘煮的时候是不是会跟其他的溏心蛋策略比较不一样。我觉得以溏心蛋的口感的话，这款我也没有到特别推荐，就是普普通通。但是如果你喜欢溏心蛋带有一点蒜味，因为一般外面的溏心蛋是没有蒜味的，如果喜欢这样的话，这个你可以去尝试看看。但本身我也觉得这个溏心蛋没有到特别推荐。那再来开箱的是蒜香乳酪面包，这个就是看起来有一点像大蒜面包，那我们也帮大家试试看看。刚试吃完这个蒜香乳酪面包，其实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哎！我一开始觉得哦，这就是普通大蒜面包，它就是挂上一个鸡肉3-3联名而已，好像没什么，这个也要联名的。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这样，但吃完以后觉得，其实它整个面包体第一个蛮 Q 弹的，比我想的一般的大蒜面包还要好吃蛮多。单纯面包体来讲，很 Q 弹，很有弹性，然后很柔软，不会像一般大蒜面包比较硬。然后再来，它不是只有外层有一些大蒜的涂层，因为有些大蒜面包是在面包体上面涂大蒜酱而已，它里面有挖空以后里面有填一些馅进去，那有填的乳酪混合大蒜酱的另外一种内馅，我觉得算是我第一次吃到乳酪混大蒜酱，我觉得很新奇，很惊艳，而且不难吃，因为大蒜它算是比较偏咸味的，那乳酪也是算偏咸味的，那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不违和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Q 弹的面包体再加上蛮特别的乳酪大蒜酱搭配起来，我觉得也蛮推荐的。这跟我一开始出发点就觉得这个没什么的感觉到，吃完觉得其实蛮好吃的有蛮大的差距，就跟我预期的有蛮大差距，但是是更超过我预期的好。
所以我也蛮推荐这个他们联名的蒜香乳酪面包。再来的话，这个就是韩式辣酱鲔鱼夹心吐司，它就是一般各大便利商店都会出的夹心吐司，但是它的话是用韩式辣鲔鱼酱。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吃完这个韩式辣酱鲔鱼夹心吐司以后，因为可能刚刚前面吃那个我觉得很惊艳，吃完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就比较普通的。那它这夹辣鲔鱼酱是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它的鲔鱼酱不够辣，所以鲔鱼酱没有什么辣的感觉。那内馅的比重我觉得也算是中下，就是我觉得内馅不够厚，可能之前吃的类似的吐司都是以果酱吐司，但果酱的吐司有时候咬下去都会比较有爆浆的感觉。那这个也不能怪它，毕竟它的话，它的内馅主要是以鲔鱼为主，它不太有机会有爆浆，因为它是比较固态的。那其他的果酱或是巧克力酱，它属于比较胶态的，比较有机会有爆浆的感觉，所以这个期望值会有一点点落差。是会比一开始的期望稍微再低一点点的，整体也不错啦。只是我觉得如果吃这个话，我会比较偏向去吃鲔鱼御饭团，我觉得口感比较好。这个鲔鱼吐司的话，辣吐司我觉得就是还可以普普通通，但是可能就只会买一次，不会特别推荐的品项。最后这个是焦糖牛奶面包，那忽然来一个甜的面包，我也不知道焦糖牛奶跟韩式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我们也帮大家试试看看。本身这一款，我觉得期望值也是偏低，因为它其实做的比较像热狗面包的这种长条形的形状，我们就会去反射出，这个应该是蛮柔软、蛮 Q 弹的。但是我觉得它比想象中或是外面曾经吃过的类似形状的热狗面包、韩馅的热狗面包，好比来说像是全家有一款什么韩馅叉叉什么满馅面包。就是那个的话，会比这个好吃很多。这个话有点太干了，内馅不错，还可以，有点像牛奶糖的味道，但我觉得没有特别惊艳。主要是整体的面包口感，我觉得过干、过柴，对，没有柔软的感觉。前面的那个大蒜乳酪面包那一款很柔软、很 Q 弹，那这有点没有那么 Q 弹，有点过柴。那内馅的话搭配起来，我觉得普普通通。如果真的推荐的话，我也是属于不推荐这个焦糖牛奶面包。大致上，莱尔富跟肌肉33联名的品项就是这些，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最推荐就是这个海苔饭卷跟这个大蒜乳酪面包，这两个真的超级推荐。那我觉得鸡翅啊、溏心蛋就是其他家表现比较好，吐司跟焦糖牛奶面包，我觉得也是其他家表现比较好，像那个牛奶面包可以去买那个全家的，对，那吐司的话，我觉得就普通，买果酱的比较好吃。那另外两个主餐的话，韩式拌饭跟那个蛋白餐的话，我觉得不错，它就是中上的等级，也算是推荐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它其实整个3月都有，它跟肌肉33联名，也不知道会不会变常态款就看莱尔富最后的政策。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